上个视频我们来到了中国俄罗斯边境的黑河市。黑河这座城市作为中俄边贸重镇，建设得非常好，不仅满城都是高楼大厦，而且有很多俄式建筑。为了与俄罗斯更好的通商，还建造了很多座巨大的跨江大桥，有一座跨江大桥甚至还被作为一个景点打造，可惜目前还没有完工，我们只能在下面眺望。除了作为一个边贸城市外，黑河还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一端。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线的西边人口占全国的 6%， 线的东边人口占全国的 94%。 在黑河市游览了一天，这里零下20多度的气温实在是难熬，黑龙江边寒风凛冽。完成了拍摄后，我们两个人冻得瑟瑟发抖，只能去找了一家东北铁锅炖大快朵颐，温暖一下已经被冻得透心凉的身体。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黑河市除了是一座风景优美、商贸发达的边境城市之外，它还是我们国家地理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因为呢，它是中国人口分界线黑河腾冲一线其中的一个端点。中国人口分界线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胡焕庸先生提出的，所以也叫胡焕庸线。那这条线呢，主要就是说呢，中国的一个人口分布密度的问题。那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呢，就是胡焕庸先生，他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中国人口分界线。这条线呢，北边的起点是黑龙江的黑河，南边是到云南的腾冲。他指出啊，在这条线的东南部是我们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而在这条线的西北部则是中国的人口稀少区。那按照现在啊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在腾冲黑河这一线的东南部的国土面积大约占全国的47%，但是呢，却拥有全国94%的人口。而黑河腾冲线的西北呢，土地占全国53%，却只有6%的总人口的占比。我们现在往前面走一走，这边有一个胡焕庸先生的一个人物简介，他是我们国家很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教育家，江苏宜兴人，他曾经是那个华东师大的教授。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地理老师经常提起胡焕庸先生，然后我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也有机会来到了先生提出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其中一个端点黑河市。我们再往前面去走走，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地图。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幅地图的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幅中国地图上面有一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线，那这条线就是非常有名的胡焕庸线，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东北端的起点就是黑河，黑河以前叫爱辉啊，所以它上面标的是爱辉。然后呢，下面这个点就是云南的腾冲。我相信啊，正在读书的朋友以及对高中的地理课本有点印象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这幅图吧？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黑河市区的一个公园，叫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那这个公园的这幅地图，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你看它上面是标了这个地形的，就可以看到明显有那个高低起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条黑河腾冲中国人口分界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线的左侧的地形地貌主要以沙漠、还有高原、盆地、山区为主，而在东部呢，却是大平原以及比较低的那种丘陵地带。所以这也造成了这个西部地区人口非常的稀少，因为整个的自然环境来说呢，不适合有大量的人在这里长期居住和繁衍。但东部就不一样了，东部整个气候呀，还有自然环境呀，还有它这个地理位置都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在这生存的。这条线呢，并不是说胡先生画完之后他才有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历代以来它逐渐形成的这样一条。虽然这个线呢是我们人为去定义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人口东多西少、东稠西疏的这样一个
格局，是我们历史长期形成的。那在这里呢，我也想顺便的跟大家聊一下黑河的人口。黑河呢，作为黑龙江的一个地级市，它的人口总数是达到了128万。但是呢，黑河市政府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爱辉区，这边的人口反而不是最多的。黑河市呢，它是管辖了1个区、2个县和3个县级市，其中呢，这128万人最多的是分布在那3个县级市。比如呢，人口最多的嫩江市有35万人，还有那个北安市也有30万人口，以及五大连池市有24万，而它的政府所在地叫爱辉区，这里才22万人口。我们现在开车去黑龙江大桥公园，这个地方呢就在黑河市旁边的一个村镇里，叫长发屯，距离市区大概8公里左右。我们俩现在开车再往桥那边走，这个是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说这边呢好像在这个桥是新修的，但是桥的这一头也有一座新的国门。哇，太酷了！跨江大桥。黑河当地有位大爷给我们推荐来这个黑龙江大桥公园这边，我们俩刚才开车开了15分钟左右，到了之后发现它这公园又没开门，夏季可能会开吧，现在冬季这边一个人都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呢距离市区还有个7、8公里，而且呢它在一个要穿过一个村子，村子的外面，离村子也有个1公里多，所以这边没有人来，这边就没有开。不过呢，我们从桥下去看啊，这个桥还是很壮观的。中间的那个球状的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2层的一个观光塔，游客可以走上去，在那个透明玻璃罩子那儿去看整座桥。其实呢，那个观光塔的位置特别好，因为那个位置比较高嘛，站在那儿呢可以看到整个的黑龙江的江面，还有横跨在江上面的这个大桥，并且呢还可以看到对面的俄罗斯的布市的街景。哎，但今天就是没有开，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位置去远远的眺望一下了。这个桥呢，长度我也没有看到统计数据，我们这一侧只能看到一点点，应该不超过1/3，都已经有这么长了。现在呢，桥虽然已经主体竣工了，但上面可能没有弄好。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上面有这个工程车辆在上面一直还在工作着。哎呀，这个桥要是修好了，去对面就非常方便了啊，直接就是连着中国的黑河和俄罗斯的布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其实呢，黑河这边的俄餐特别多，好多俄餐厅，而且听说味道也不错。我看了一下，价格也不贵。但是呢，今天的黑河实在太冷了，我俩现在就想吃个热乎的。我觉得围着这个铁锅哈，下面烧着柴火，吃个铁锅炖，我觉得挺好的。那个鹅它呢，放就稍微有点凉了，等过段时间我们去满洲里再吃吧。过段时间天气就暖和上来了，最近还是很冷啊，是吧，涛哥？金针菇，是我们的菜吗？我们的水，谢谢。哇，还有冻豆腐，千叶豆腐呀，我以为是冻豆腐。粉带这是。哇，玉米锅贴，我第一次见这样的。哇，我们俩能吃完吗？这一锅？吃完打包。这量挺大的。挺大的。挺多的。先吃肉。这肉有多少啊？大概2斤多。2斤半。哦。这菜就直接炖上来。对，这个康煮。哦。像这些的还得等一会儿。这个玉米饼咋办呢？玉米饼待会儿肉煮的快熟的时候贴上。你帮我们弄吗？是的。好的好的，我还不会弄这个。好，谢谢。这得多久啊？大概半小时。好，谢谢。哦，这个就是跟上次我们在吉林敦化吃的那个铁锅炖一样，里面只是先把它简单的炒一下料，然后倒在大锅里面去慢慢炖，也是半小时。
又往里面喷酒精了。哦，这个火烧太好。啊，哇，这火一下大起来了。对。烧柴火哈。哇，我们的肉好像好了，炖了半个小时，终于感觉可以吃了，好香啊！好香呀，排骨。这个还没反过来呢，冷得不得了啊！哇，这个味道真香啊！然后隔壁那桌呢，他们是没有下东西，他们吃到中间了，才想着加一份这个花卷儿，所以他们那个锅来不及弄了。但不怕我们给他偷吃了去？人家有数的，你还想偷吃？我俩再商量偷吃一两个。一会儿熟了，我们先摸一个，偷偷的昧下一个。我们那个玉米饼啥时候贴呀？这就贴。哦，一块儿贴哈。对，那就快到吃饭的时间了。这是玉米面和成的这个面团哈。对。哦，这是发面的还是？发面的。对，我看里面有蜂窝状的这个。对。我们那儿也这么吃，不过我们那儿都是提前弄好的，直接贴呢。对。哎呦，这一盘不少嘞，挺多的。我们一会儿得打包了，有点多。肉吃完没问题，这饼啊就够呛了。我看在东北吃饭就没有必要去点什么米饭呀这种主食了，就这种七七八八的吃点，肯定都吃撑了。是。你还没缓过来吗？我看你还在冒。它冷得很。我感觉好冷呀！我们俩刚从江边回来，特别冷，风大，缩回去了。我刚才看这个千叶豆腐已经胀大了，它怎么又缩回去了？这个豆腐。然后盖上一会儿，它又那个。哦，太神奇了吧！瞬间缩回去了。先把别人的花样给人拿走，看着老香了。我们的也可以吃了是吧？可以了。哇，哎，真的没有粘啊！我想着粘上面了。不粘，它这个有嘎子。啊，锅呗。对。哇，这么大一锅。准备吃。我要吃了，太饿了。哇，太香了，太香了！我们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可以吃了。我感觉这个量啊，比我们上次在敦化那个炖小鸡儿还多。那个小鸡儿是半只，可能有2斤。这个骨头呢，说是有2斤半。对。但它不是那种精排哈，它是这种大骨头，大脊骨。大脊骨呢，它这个肉，你看它炖的挺烂，筷子直接就可以扎进去了。看，直接可以扎进去一大块。它这个大脊骨呢，这个肉炖的时间长之后啊，这个骨头就会自己就脱落下来了，就掉下来了。哎，太香了！还有这么多的粉带，我已经忍不了了。先给我捞一点晾着。在寒冷的东北吃一个热乎的土锅炖，真是很惬意的事情。对，看这个是千叶豆腐，它刚才做的过程中变大了，一开锅瞬间就缩回去了，特别好玩。还有什么呀？粉带、土豆哈。对。我觉得东北这边还是挺好玩的，尤其是这些边境上的地方，中俄边境上的，它既有那种充满了俄罗斯情调的西餐厅，也有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大锅炖。你看看这个店儿，都是这样子的花色，感觉坐在炕边吃一样啊！哎呀，不行了，我得开动了，太饿了，太馋了，先来一块肉。哇，大骨头。太烫了啊！这个又把你烫着了，好烫的。香啊！我觉得这个比吃那个金排过瘾，它的肉全是大块的。对。而且它这个柴火锅火力比较足一点，虽然只炖了半小时，但是全部已经烂到脱骨了，很好吃。咸吗？上次我们吃那土锅炖有点咸。这个不咸，刚刚好，超好吃。感觉土豆特别的香啊！每次这种炖的东西啊，土豆都特别的好吃。还有粉带。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香菇。还有香菇啊。香菇还有这个金针菇咋没了？我们这个套餐里面是带的。对，金针菇，
我也捞一个。它这个已经炖了30分钟的金针菇，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在家吃火锅，金针菇一般只涮30秒，炖了30分钟了。一会儿尝尝，肯定超好吃。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吃这些的价格吧。这个是2斤半的这个大骨头，里面配的菜有粉带、金针菇、千叶豆腐、土豆，还有这个香菇。另外呢，就是这个贴玉米饼子。这个玉米饼子呢，给我们贴了1圈儿，还没贴满，因为2个人吃不了太多，一共是13个。我感觉这个我吃上2个就饱了，特别多啊！一共价格是118块钱，便宜吧？光看一下这个就感觉已经可以够4个人吃了，这么多饼，然后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肉，哎呀！特别香，我刚也尝了一下，任何的东西啊，炖的特别的入味儿，不管是土豆还有这个粉带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我刚刚尝了一个已经炖了30分钟的这个金针菇，嘎吱脆，好吃。我们俩现在吃完饭了，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个锅我们最后剩了得有1/3吧，有了吧？差不多。我们俩是尽量把那个肉都吃的差不多了，但是那个土豆啊，还有那些别的那个粉带、豆腐根本吃不了。至于这个玉米饼呢，基本上是没动，一人吃了1片，一共给了13片。现在剩了这么多，看这么多半袋子这个玉米饼，这个我们就打包带着吧，明天路上吃。要是再吃不完的话，我们就可以给那个流浪狗喂一些，因为这些东西你剩在店里肯定是最后都扔掉的，对，就浪费了。我们现在回去吧，吃完饭感觉黑河的夜也不是那么冷了，走吧。